让我们一起恭贺何督军荣升督军之职。下面有请何督军和夫人上台。这宋大小姐命真好啊！当初她嫁给了一个小营长，哎呀，谁知道当上了督军，让她当上个督军夫人。那嫁给商行买办去做阔太太的宋二小姐宋玉娇呢？听说她当上了寡妇，欠了一屁股债，现下就在这百乐门里刷胡同了。谁呀？臭死了！早就听闻督军大人年少有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是啊，以后还要督军多多照顾啊。哎，小事小事。宋叔娘，凭什么都是宋家的女儿？你能当督军夫人享福，我就死了老公在这里刷马桶，谁让你过得比我好的？手榴弹，快跑啊！我不要死！我不要死！来个正着，把我害的这份田地你也有份，那就一起死吧！我怎么在这儿？良才身世出生都好，姨母怎么会骗你呢？我这是重生回了朽桂树当人。宋叔娘，你休想再跟我争！这辈子轮到我当督军夫人享福，你去当寡妇刷茅坑吧！难道宋玉娇也重生了？上辈子我天生神力，却心慈手软，被他夺走了何林家的娃娃机。渣女和后面又将我逼嫁给了何良才，这辈子我一口亏也吃不下。你怎么打人呢？你怎么打人呢？手痒啊，没控制住呢。宋叔娘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这只也痒。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力气大正好，嫁给林夕那个病秧子，好给他挖坟呢。好啊，林夕我来嫁。上辈子何良才能登上督军，全靠我一手为他谋划，可到头来他却拿我去讨好权贵。本想跟他同归于尽，却意外和宋玉娇一起重生。天意如此，我的好妹妹，既然你这么想要我的人生，那这个嗜赌如命、拼头无数、动不动便对我拳打脚踢、弓拔相待的烂人，就送给你了。哎呀，娇娇，那个何良才就是个小破副营长，他那个寡母出了名的刁，娘怎么忍心看你嫁过去过苦日子呢？那个林夕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商行买办，油水都捞不完啊！母妈，爹，你们就成全女儿吧。那林夕看着光鲜，实际上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还是个药罐子，多少钱都不够买他命的。等他死了，女儿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死丫头，你傻了？何良才一定能当上督军的。真的假的？娇娇，这可不敢开玩笑啊！我只是多活了一世的人，什么不知道。有我在，他一定能更快当上督军。你们二老就等着享福吧。这林家本来就是我母亲给我定下的婚约，理应我嫁。但这何家也是看中了我，才上门提亲的。想要让我让出何家婚事，我有3个条件，我都答应。第一，我要500大洋，我给。第二，我要城西的孤衣铺子。不行，这是我给娇娇的嫁妆。母妈，你傻了，你这孩子。第三，我要迁我母亲的牌位入祖坟。还有，家产本该都是我，母亲去世，你们一家3口是怎么霸占我母家产业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如今我只要这些，不用染布手艺，有铺面在手，就有办法快速积攒本金，为未来夫婿铺路。爹，母妈都给他当上督军夫人，有的是钱。
没了嫁妆，我倒要看你一穷二白的嫁过去，怎么填满何家的无底洞。我的好姐姐，那林夕一看就像个短命的，可别到时候接亲都来不了啊！上辈子林夕婚前突然失踪，宋一娇大婚当日无人接亲，只能自己去林家。后来才知道，林夕在婚前遭遇意外，受了重伤。我的未来夫君，我自己会找，就不劳妹妹操心了。一日嫁两女，这可真是个大喜事啊！新娘子生得如此貌美，真是个有福之人呢。漂亮的，哎，快看，新郎官来了！谁终于来了？小宝枪拿过来！我的天！你说着，哎呦！上辈子没发觉，细看何良才还真是长了一副督军相，越看越帅。姐姐别等了，林家是不会有人来接亲的。婚书上有地址，你得自己走着去，倒贴着嫁进林家的门。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以后吃苦受罪都别回来。谁说我没人接了？哎，这哇，这样看呀！上辈子林夕受了重伤，半死不活来不了，我连长啥样子都不知道。为什么轮到宋叔娘，新郎就好好的？你怎么不天黑了再来呢？再来晚，怕我脖子不保啊。你谁啊？你老婆。胡说！我少爷娶妻。原来来啊！再来啊！快跑！你也来。老婆大人，有何吩咐？林夕啊，3日后准时来宋家接亲，敢不来，掐断你脖子！哼！别忘了。少帅，那姑娘不会以为你是救大帅牺牲的林夕情报员吧？没想到我才刚回国，大帅就遭遇刺杀。反正现在大帅府回不去，不如将计就计。林夕对外的身份是商行买办，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调查大帅遇刺的真凶，就是得替他把老婆给娶了。啊！老婆吩咐，不敢违抗。这还差不多。这个林夕，上辈子我连他正脸都没有瞧见过，怎么长得这么帅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姐姐，别被一束花和甜言蜜语给骗了。我看姐夫啊，脸白，体格细瘦，一看就是个外强中干的，驴粪蛋表面光罢了。嘿嘿嘿，不像我们家良才，身体强壮。夫君，
帮我上去。嗯。会呀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就和你这个驴粪蛋大丈夫好好过日子去吧。老婆，走吧。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哪里春风沉醉，哪里开车。拜拜了，我的好妹妹。素叔你不是身体不好，刚才居然能轻松抱我上车，不错呀。我这再虚弱，也不能让夫人在人前丢了面子。面子哪有身体重要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的。还难受吗？少夫人，我们到了。现在舒服多了。下车吧。哇，这辆汽车真气派。这租一天得收多少钱呢？赶紧去退了，林家的钱还留着给你养身体呢。少夫人，这车是……对，租的，快去退了啊！啊，一会儿就退。还有你这个司机，这个不能退。小朱啊，他从小就跟着我，又是司机，又是保镖，又是管家的，他不费钱，一个人能干8个人的活。那行吧。哎，夫人，走了。哎呀，走了。想过你家穷，没想过你家穷成这样。你们商人不是都挺有钱的吗？你家破产了？让你符合身份，没让你装穷成这样。这是林家老宅，我现在都住商行，结婚了就回来了。没事儿，有个地儿住就不错了。好歹这门还算结实。夫人力气真大。胡说！明明是这门，年久失修，差点伤到夫人的手，疼不疼？目前表现还不错，比何良才强多，日后能帮他避过死亡最好。好，小的马上去修。不用修，反正这家里这么穷，也不会有人来偷。先拜堂吧。父母在上，请受儿子一拜。林父母在上，霍希林不得已顶替林夕身份，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义父义母，我会替林夕娶妻生子，延续林家香火。公婆在上，请受儿媳一拜。儿媳新嫁进来，一定帮林家延续香火。要是避免不了林夕早死，就领养个娃，给你们传宗接代。礼成送入洞房。
啊！我去给你打水洗漱一下。不用，不用，你时间紧，我任务重，我们先把正经事办完，才是担心。也不急于一时。在盼望着春风抚摸，谁在凝望着摇曳花朵？少帅，您这是辛勤劳作了一晚上？那当然了，夫君一整晚没停，体力可好了。给，补补。你懂个屁！前世灵犀体弱多病，婚后长期卧病在床，甚至听说玉家回娘家抱怨他不能忍道。昨晚仙姑干活时倒是体力不错，就是不知道那方面还真不真。哎，少帅新郎官没当上，当了一宿泥瓦匠啊！你刚刚叫他什么？少帅，少爷，镇帅，镇帅！哎呀，我不是都说了，私下里这个浑号兄弟们叫叫就得了，在外人面前喊，再给别人听到啊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对对对，这不是李满办长得帅又年轻，大家叫你少帅，给你抬个面儿，你高兴了，卖兄弟们东西也便宜嘛。都是来买货的，洗涮我的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自恋啊！你怎么让他们喊你太子爷呢？以后这个好少叫，叫帅府的人听到，你就死定了。好，都听到没有？以后不许这样喊了啊！以后谁再喊，买东西给我多加2成。是。那你先忙，我一会儿自己跪你。哎，一会儿忙完去送府接你。好，正好，今天会送父讨债，万一打起来，夫君身娇体弱的，磕碰到他就不好了。你说是谁传的灵犀其貌不扬，是个病秧子，还是个穷鬼，害得夫人现在出门连坐车都不行。要不做个赌局，就说少帅赢了把大的。赌局啊！赢了把大的，你给我背100遍军规。无论再多难，有多苦，拒绝黄嘟嘟，拒绝黄，拒绝毒，拒绝黄嘟嘟。来了。少，姐姐今日怎么独自一人回门？莫不是昨日新婚，姐夫是回光返照的假把式？哟，原来姐夫这么中看不中用啊！不如今晚去我家，我替你填补空虚。我夫君体力好得很，不像某些人，两眼无亲，一脸腐败丑态。这一看呢，就是纵欲过度，青楼抽管去多了，小心被传染脏病哦。站好！站好了，站好了！哎，妞，陪爷再喝5杯。新婚夜我学规矩，你跑出去鬼混，何良才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今儿我儿洞房花烛，你蠢的学不会规矩，可不能耽误我儿子出去当新郎官啊！我是嫁前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受罪的。我不好过，你们都别好过了。反了天了你了啊！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打我儿啊！
脏死了。咦，都怪你，星火也丢下我一个人跑出去喝花酒，还闹得人尽皆知。我的日子不好过，姐姐你的婚姻生活也只会比我倒霉上百倍。我跟别人都是虚情假意，我对你才是真爱。乖，咱先去给岳父母送回门里。对，一会儿他一个礼物都拿不出来，我看他还怎么得意。走。小旭给岳父母带来了2盒老刀牌香烟，还有1箱火柴，是我娘亲自糊的。哼，礼轻情意重嘛。阖家佳品，这是我夫君能拿得出手的最珍贵的礼物了。不像姐姐嫁进林家，怎么一样像样的礼物都不拿，空手回门呢？拿了那么多嫁妆，你就是这样回报你爹的？就是，没有钱你就把那姓林的要断了嘛。他早死几年，你不也能多过几天好日子吗？看来还是我这个女婿拿得出手嘛。林家回门礼到。1箱香烟，1箱名酒，还有肯定是假的，不知道上哪淘的边角料，装进箱子里，装高级货。对，不可能，绝对是假的，让我看看。给我闪开！小周，带人把东西给我搬走。可是少夫人，这个是少爷亲自给你准备的回门礼啊！我今日来可不是来回门的，我是来讨债的。我今日来可不是来回门的，我是来讨债的。快走，快走！东西不能带走！你这个逆女，你想反了天啊！快把东西搬走！夫人，我给你搬救兵过来，走！去！你之前答应让我娘入祖坟，这是她生前遗愿，今天就办。你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做出偷人的丑事，怎么能入祖坟呢？你再说一遍，谁偷人？妈，你母亲，讨厌！你给老子闭嘴！你也给老子闭嘴！哎呦，你反了天了！你敢打爹？贼没打着！我是你爹！我母亲临盆在即，你这个亲妹妹刺激她难产，让她一尸两命，你们有脸倒打一耙？哎呀，让我娘入祖坟，否则我不介意把你也送进去。老爷，你说句话呀！我是让你说话了吗？他说话好使吗？跪下！跪下！你们2个亲手给我母亲下跪签图！我娘走了10年，你们填不够1000铲土赔罪就别想停。你们2个也别闲着，跟我一起铲，快点儿！这个小贱人今天不拉我们给他娘陪葬，是不怕羞啊，老爷！逆女，你去死！住手！你死吧！哎呦！哎呀！夫人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过某人刚才英雄救美的样子真帅。夫人要是喜欢的话，不如今晚我们……站住！差点打到我男人，还想溜？闺女，你听爹解释呀！
不关我和良才的事啊。对，我又不是宋家人，我就不用跪了吧？死腿怎么又跪了？既然你们几个用不明白铁锹，那就用手捧着给我娘添土。什么时候坟包的土高过旁边这个树，你们才能休息。哎，上哪儿去？上辈子宋玉娇归宁当天挖了我母亲的骨灰，倒进了粪坑。这辈子我要他们为我母亲赎罪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？我堂堂一公长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下贱活？你们什么单位的？我军衔比你们大啊！你们被一个卖货郎收买对付，回头我就让你们全部军法处置。这是大帅府私兵，只听大帅和少帅命令。你是少帅？少帅霍希林。半个月前，大帅府发布寻人启事，全网悬赏少帅霍希林的下落。不会真的是他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少帅英明神武，贵不可言，怎么可能是这个病弱的卖货郎？对，画像上的少帅帅气逼人，眼前的这个嘛，也就高了点儿，白了点儿，五官俊朗了点儿，身材好了点，但是完全没有办法和少帅比。一个臭卖货郎怎么可能是少帅？肯定是他们夫妻俩花钱收买大帅府私兵，充门面的。我怎么可能跟少帅相比呢？以后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干，家里可没那么多钱让你败。私通少帅士兵，那可是要连累全家掉脑袋的事啊！就是，我宋府可没你这个祸害精啊！对，爹，赶紧把断金收给他。今日起，你和我们宋家两清了。要是再闯再大的祸，与我们宋家无关了。是啊。身为叔娘的亲人，非但不庇护她不说，反而从小欺负凌辱她。叔娘，就这样的亲人，咱不要也罢，以后为夫护着你。想断亲，你们要跪够1天1夜，给我娘填满土才行。朱管家，你亲自带人留下，看着他们，按照夫人的吩咐赎罪。没跪够1天1夜，没捧够土之前，一下都不许起来。是。都怪你们，好端端的惹宋叔娘干什么？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可是要当督军的人。你们放心，宋叔娘得意不了多久了。等他们夫妻2人回到林家，他们就倒大霉了。妈的，欠债还钱，给我打！就算林夕没重病，也马上就要被上门讨债的流氓打成残废，不久死翘翘。宋叔娘那个贱人，马上就要成寡妇了。快看！何方小小，放了我家少爷和少妇！看来小的是来晚了。都已经解决了，多亏了夫人提醒。等下，屋里有人。上辈子，宋玉娇就是在归宁返回林家后，被追债的找上门，把林家翻了个底朝天。原本重伤的林夕也被打断腿脚，只剩一口气吊着，没受伤了。没有。就是有点身体不适。放心，这几个臭流氓敢对你动手，我不会轻饶他。这还是以一敌十打到倭人跪地求饶的少帅吗？可算来人了！救命啊！
快帮我们报官！我们不想死，我们不想死啊！是啊是啊，我们就是来要债的，你们夫妻俩要命啊！想活命还不赶紧坦白？我说，这是借条，这是林家少爷亲笔签的5万大洋借条，白纸黑字，你们可不能抵赖。5万大洋？这字迹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我不是真正的林夕，字迹当然不一样了。难道林夕真的欠债了？这上面有林少爷手指画押，字迹能改变，手印改变不了。不信，我们去官府一验便知真假。你那个不行，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难不成这么多钱真是你借的？这签名是新写上去的，难不成林夕没死？你婚前可没说有这么大笔债款，这可是骗婚。夫人，这个欠条确实是我签的。夫人有所不知啊，这几年前林家破产了，为了给工人还清一大笔工钱，才出此下策，想着先把这些工钱还清了，剩下的债务再慢慢还。夫人您瞧，夫人，这些是我今天收到的工人们签字画押的收据，有这么多。天可怜见的，少帅顶替林夕情报员身份不过几日，不仅替林家还了10几万大洋债务，如今还要被迫认下这5万大洋的冤枉借条。你如此重情重义，是我冤枉你了。这些年独自还债，苦了你了。夫人又心疼我了，认下这5万大洋冤枉债不算苦呀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们要不还钱，我们哥3个今天就死这儿不走了。你们要是没钱，就拿东西做底衫，假装聘礼都行。最好是金的才值钱。我们就要这个，那就更不能给了。这本来就是你们林家的东西，用它抵债正好。这块玉佩比这块表贵，够还你这5万大洋的债了。少爷，这个是你的身份象征，你林家都已经破产了，还有什么身份？也是，这金怀表确实不值5万大洋，就是可惜了你那么好的玉佩了。钱都还给你们了，还不快滚！走！这穷一天富一天，开开心心又一天。放心，只要我们有手，就不怕没饭吃。今生已不再寻觅逝去的容颜，叹息冷情话一场。或者这是旧外汇中我打。夫人，我们出去转转。夫人放心，我总觉得呀，夫人是旺夫命。你看我这遇到夫人之后啊，身体都变好了哈。我总觉得呀，能突然发一笔横财，天上掉馅饼的那种啊。胡说，咱得勤劳致富，就靠种地嘛，怕是没法快速致富。我打算开个故衣铺。好。哇！你看，夫人，还真是天上掉馅饼。挖个坑，刨点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。98、99、100，整整100条小黄鱼。你们林家的土里真的藏进香玉，有了这些钱，我们的布庄终于可以重新开起来了。亲我你的，亲你的，亲我你的，亲你的。好心得好報，財神話，揾錢易正路。你的手。娃太兴奋了，不严重的。
泼天大锅呀！今天埋汰神也是我的错。送你去医院，走。不用，不行，这种情况必须要去医院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哟！姐姐，怎么一个人来医院了？姐夫呢？不会真被我说中了，虚不受补，被你折腾的进了停尸房吧？姐姐可要节哀顺变呢，毕竟你一个寡妇，没人疼，没人爱的。让下！医生，先给他治。来，你怎么样？快！排队啊！我先来的呀。医生，快看一下我夫人的手怎么样了？我看看，幸亏来得及时啊！再晚点啊，伤口都要愈合了。轻点啊！好，哎，没事儿，我之前受过比这严重100倍的伤。好了。以前我管不着，以后不管是轻伤重痛，都不需要再忍着。只要想到你就热了起来，不必再介怀，万事有好坏。我的腰快断了，医生先给我看。我的腿疼，医生先给我看。先给我看。先给我看。我们先出去。先给我看。先给我看。站住！想走，先把我的500大洋嫁妆还给我。站住！想走，先把我的500大洋嫁妆还给我。都说了那是我的嫁妆，这我的钱只给我福星和孩子花。你想要啊？交上娘听听。我这手是受伤了，不是断了，不耽误替人解皮痒。媳妇儿怎么办？医生那边还催着医药费呢。要不是你，我能受伤？我会还钱的，兄弟，我会还钱的，别打我呀！我的腿啊！良才，我的腰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桃花就欠了几个钱嘛，玩成了独居，你们整个花楼的姑娘都买下来，我们家是大胖孙子！哎呀，别打了！哎呀，你有钱喝花酒，没钱交医药费，疼死你算了！我还不是你学不会规矩，耽误了我洞房花烛，我才出去玩。何良才，你倒打一耙！何良才，你敢打我！你个臭婊子！好你个何良才！你就是这么对我女儿的！哎呀！敢打我儿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不要再打了！妈，是我。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好软呢，还会弹。摸够了吗？都哥们儿，你有的我都有啊。确定你都有？反正大差不差，我困了，睡觉。希望我可以睡地板。啊？你不愿意和我睡一张床？是夫人不愿意跟我睡一张床。这是你的。夫人不反感和我同床共枕？何良才，何良才。
难不成叔娘想嫁的人是何良才？我哪里不如那个猪头？何良才，该死！夫人是不是只馋我的身子，根本不爱我？这大好春光的日子也太幸福了，好想摸呀！夫人随便摸。真的，父亲，他有夺仙术吗？当年簪花池你都丢尽了。这招果然有效。少爷，好消息！说，少帅，大帅终于醒了，你要回府见他吗？你去安排我和父亲私下见一面，千万不要惊动大帅府的人，包括我母亲。是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今天不用上班吗？哦，我让朱管家给我请假了。夫人不是想要重开布庄吗？我陪你一起去。好啊，我和宋家要了城西铺子的地契当嫁妆，这还头一回去呢。走，快跟我换衣服去。夫人主动挽我了。走啊，快跟我换衣服去。走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新奇漂亮的旗袍款式。这才几天的功夫，夫人让布庄的生意翻了好几个番。多亏了夫人收留，让我们女人也能有活计。来来，夫人设计的比那几家商行都时髦好看，是之前学过吗？我去世的外祖一家世代染布做布庄生意，母亲从小教过我一些。上辈子家伺候婆婆和丈夫，几乎没有时间出门，换衣服样式是我唯一的爱好了。没想到夫人这双手既能够拳打贼人，更能笔下生花。夫君不反对我在外抛头露面？夫人那么优秀，以后啊还要多仰仗夫人的提携才是啊。夫君放心，等我这铺子赚了大钱，就给你买个督军的职位当当。以后只要夫人想碰，我都可以，只要你别再想何良才那头猪就好。夫君这是在色诱我？那夫人上钩了吗？书画似梦，是我们短暂的相逢。大帅夫人，这家就是最近风靡全城的布艺铺。哎，大帅夫人，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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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是儿子？儿子，什么时候贴那儿的？我的儿啊，你这一走就是10年，如今又家也不回，想死为娘了。我儿啊，我的儿啊！听说少帅求学10年，刚回国又失踪，大帅夫人怕是思子心切，失心疯了。夫人需要采买什么场合穿的衣服？我可以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款式，全程仅此一件，绝不撞衫。随便定制几件日常服饰即可。好嘞。怎么回事？不能输。好了，夫人请看。哎，这也太漂亮了，我喜欢，我太喜欢了。夫人满意就好。满意？我太满意了。哎，闺女，你姓甚名谁？家住哪里？有什么爱好啊？
大帅夫人这是满意衣服，还是我们老板啊？这位夫人，你越举了。哎呀，回夫人的话，小女明送叔娘和夫君住一起，这喜好嘛，你也看见了。你们住一起了？晚上同床共枕的那种？好，不问了还不行吗？来，带上啊！哎，夫人这是做什么？你呀，就当这是我给你的定金，3日以后我来拿衣服，再付剩下的。不行，这镯子也太贵重了，这都能买下我这间铺子了。听我的，有钱啊，拿买心头好。本夫人对你呀很满意。多谢夫人抬，日后叔娘给你设计的衣服都打8折，不5折。大帅夫人，日理万机，请回吧，请回吧。哎呀，3日后啊！好，3日后啊！慢走，慢走。慢走。3日后，好。再见。慢走。好看吗？夫人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吧。夫人逛的还开心吗？吓死我了！母亲出现在叔娘的姑衣铺里，究竟想做什么？哎，这是不是就是你给林夕找的那媳妇儿？你们是不是假戏真做了？没有。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还不赶紧把她搞定了？儿子之前不是让朱副官给父亲还有你传信了吗？我现在正在调查烟土走私和倭人刺杀一案。您出现在大街上，让别人认出我们之间的关系，那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哎，那你就给为娘的争口气呀！赶紧把任务给完成了，带着媳妇儿、大孙子一起回家。可和叔娘订婚的是林夕，那娶她的人不是你吗？你总不会是想着把她这姑娘的名声给毁了，然后又始乱终弃吧？不可能！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这么做，我回头就叫你爸毙了你。你放心，我不可能做对不起叔娘的事情。这就对了嘛。回头呀，打扮打扮自己，别一天到晚就想着完成任务啊，这样你媳妇儿才能多看你几眼啊。我走了。林哥哥，林哥哥。林哥哥，是我呀，林哥哥。林哥哥，我是云珠。林哥哥，你别跑，我是云珠。云珠啊，可错了，我认得。伯母送你回家。我认得的，那就是他。亲亲，送你回家啊。那就是林哥哥。伯母，刚刚那个就是林哥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啊。来，过完去趟陆家。伯母，我刚从家里面出来。云珠差点害儿子暴露身份。我得亲自和陆夫人解释一下，西林和云珠的婚事做不成了。难不成我真的太糙了，才会让叔娘在同床共枕的时候喊其他男人名字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难不成叔娘发现了？夫人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其实，叔娘，那个掌柜啊，这伙计他们其实都在呢。你要是实在想，我们晚上回去。你是不是偷用我香膏了？脸上香香的。不是发现我的身份啊。
是不是用叔娘一样的香膏，她就不会那么嫌弃我了？那个，其实不用解释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是特意为大帅夫人抹的香膏，刚才看到你上了大帅夫人的车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啊，这大帅府每个月都会从咱们这儿进一批货，我是刚巧看到大帅夫人，然后把这个月的单子给她的。夫人，哎呀，我懂，一切为了养家吗？辛苦了。不是，夫人是觉得我为了生意去勾引大帅夫人？我这每日为了招揽顾客，也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，我们这叫生意人的基本素养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担心夫人想歪，但没想到她想的这么歪。那个，我后院厨房炖了汤，我去看看火。他要这是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？不行，夫君为了养家这么辛苦，我也得早日带他过上好日子才行。上辈子我借着定制衣服，获得了大帅夫人的青睐，之后又替大帅夫人出谋划策，挣了一大笔钱。没想到让何良才全部投去了给军阀，还把我献给了他。我的好妹妹那边，估计也是这个待遇。哼，宋叔娘，你害我们家良才被关进大牢，你必须救他！你们两个又做了什么蠢事啊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前线战事吃紧，大帅府军费紧张，来看看咱们老百姓啊，为国效忠，为大帅府出力的时候到了。这是爱国债券，大家有钱多买，没钱少买，帮大帅府筹措军费。等战事结束，大帅府自然会连本带利的还给大家。这利息这么高，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哎，我们可是为大帅府办事儿，这债券啊，你们就是大帅府的债主。以后出门凭借这张爱国债券，谁敢不卖咱们大帅府3分薄面啊？是不是？我买，买！快把这个反债券的给我抓了！我们本来是好心帮大帅府筹措军费，他们不敢救我们就算了，还派兵抓了良才。未经允许私自借用大帅府名义发行债券，欺骗百姓钱财，这可是枪毙掉脑袋的大罪啊！良才不能死，凭什么你可以，他就不行？都是你害的！傻妹妹，我当然不会告诉你，我名义上是发行债券，实则是和大帅夫人串通好了，演戏给贪污的后勤总管看的。等他上钩后，再将证据都摆出来，后勤总管撤职，假债券募集的钱自然也就不用还了。妹妹，你说什么我可以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差点忘了，这个重后有没有重生？我的人今天看到大帅夫人进了你的铺子，还和你交谈甚欢，你想办法救助何良才，事后我必有重谢。妹妹为了嫁给何良才，连嫁妆都没了，如今一穷二白的，能拿出什么东西啊？宋氏祖传的电清七转方在我手里。你说什么？这是外祖家世代传承的染布秘方，传男不传女。宋永昌这个赘婿，竟然连这个都给你了。我母亲为父亲生下了儿子，还帮他老赵家还宗还姓，一张秘方算什么？好，我答应帮你救出何良才。秘方呢？秘方都收了，你还不快去？好，我答应帮你救出何良才。秘方呢？秘方我刚不给你了吗？难道我又重生了？你个贱人，你敢耍我！你白鹿晚风唱万岁白鹿面。你竟敢打女人！我们可没动手啊，不是你自己摔的吗？宋叔娘，我跟你没完！啊，急什么？不想救人了？你真能救他？
回去等信吧，不出意外，3日内人保证出来。你最好说话算话。你最好说话算话。夫人不用担心，大帅可从来不会滥杀无辜。况且那个何良才还是初犯，那些募集到的钱财也都分发给了百姓，顶多就是关禁闭3-5天，教训一下。我是担心关的时间太短。夫人舍得？我巴不得他天天在牢里挨揍才解气呢。我认识牢房的人，我这就去办。啊？他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夫人，夫人辛苦了，喝点莲子羹，降降火气。小心烫。宋叔娘，你个骗子！都过了3日了，我的夫君还没有被放出来，你把我的秘方还给我。什么秘方？夫君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再说了，那秘方我都看过了，你拿回去干什么？宋叔娘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个天杀的害人精！我在家等男人回家，你躲这儿多清闲了你！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要不是我出门想办法，良才早就被枪毙了。你不对我感恩戴德，你竟然还打我！谁说我要被枪毙了？官府说我集资款退还及时，关了3天就把我放出来了。就是倒霉催的，在里面遇到几个恶霸，这几天挨的打，比我这辈子都多呀！你故意吓我说良才要被枪毙，就是为了骗我的秘方，你根本就没有帮他，把秘方还给我！什么秘方？宋氏部中的绝世染布秘方，价值千金！你个臭婊子，敢抢我们何家的秘方，老子杀了你！别走火！别走火！哎呦！夫君，儿子，哎呦！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被条狗咬了一口。被狗咬了更要喝防疫药。明明上辈子宋叔娘就是靠卖爱国债券讨好大帅府，废侯良才，讨要到了督军之位，怎么这次失败了？一定有哪不对劲，难不成是宋叔娘提前知道了什么，从中作梗？宋叔娘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你愣着干什么呀？拉我呀！老板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嘞，多上班点啊。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给我破！我的电器旋转不了。哎呀！宋玉娇，又是你！宋叔娘，今天我就要断了你的活路。我要是死了，你这辈子别想当上督军夫人。什么意思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你上辈子得不到的东西，这辈子也休想得到。你也重生了，是不是？难怪我未卜先知，去愿望次次落空，肯定是你从中作梗。就算你重生了又怎么样？你嫁给林夕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你也想改命？我不允许！难道这辈子重生依旧改变不了必死的结局吗？我不甘心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
着干什么？打呀！小心！走！走！你们别走啊！你们等等我！夫君身子弱，不要替我挨打了。我天生神力，就算挨几下也没多疼的。保护夫人是我的责任，不能因为夫人比我强，我就什么都不做吧。我身上都是臭的。都是我来晚了，没能保护好你的心血，对不起啊。布料毁了可以再染，重要的是秘方和设计稿，都在这儿呢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夫人真厉害。开孤衣铺是为了积累财富，结识大帅夫人。如今目的达成，没了就没了。有林家老宅挖出的上百条小黄鱼开路，我要更快扶持一个督军夫君出来。有我在，一定让夫君过上好日子。我们把整条街的铺子都买下来，开个服装厂，到时候就免费给大帅府的兵做冬装，把名声打出去。这样大帅夫人就会对我们另眼相待了。我相信夫人。那个宋雨娇三番两次的找你麻烦，下一回我肯定不会放过他。用不着你出手，他有他的报应。算算时间，他的宝贝夫君又该作妖了。这次宋玉娇你该醒了，好好看清楚，你嫁的是个什么东西。妈，香莲生的一定是个大胖小子。哎呦，咱们何家又有后了！他是谁？老公啊，这女的谁啊？看上去好凶啊！你在干什么？香莲怀了我的孩子，你就是个不会下蛋的鸡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我能让你坐上督军之位，我凭什么不能跟他比？就是你这个丧门星害的，我这宝贝儿子升不了官，还蹲了大牢。我儿子那可是宰相根苗，没有你照样能当上督军。赶紧滚！何良才，你敢这么对我？滚！何良才，你滚！敢这么对我？放开我！不敢这么对我！何良才，你滚！呸！你等我当上督军夫人，今日所受之屈辱，定让你们百倍奉还。是你？是你？真的是你？少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认错人了。我知道你隐藏身份是为了调查大帅遇刺案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知道倭人的藏身点，宋叔娘的丈夫林夕借着买办身份勾结倭人，我要你帮我弄死他们俩。你认识宋叔娘和林夕？宋叔娘是我姐姐，她欺我辱我在先，我绝对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当卖国贼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这是代表少帅身份的玉佩。我假死脱身，又造假借条，让混混上门找宋叔娘，讨要藏有名单的金怀表抵债。没想到后期林会拿出少帅玉佩抵债。眼前这女人既然是宋叔娘的妹妹，又将我误认做少帅，不如将计就计。宋叔娘，我们夫妻的死期到了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林希君，你确定那个女人能帮我们找到你父亲藏在金怀表的卧底名单吗？当然。都怪我父亲执迷不悟，做了伤害贵人的事，我会尽全力替他将功补过。
嘿嘿嘿嘿，林邪君不愧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夫人，洗澡水给你烧好了。夫人。啊，今日铺子的营收还没算完呢。夫人确定这账本比为夫好看？好摸？这可是你先勾引我的。夫人这是不喜欢哦，那算了。啊！这可是你逼我的。夫人，男人是你先惹的祸，现在叫破喉咙也没有用了。今天终于可以开荤了。我要你，这张帅脸爸爸说什么呢？男人嘴可不是这么用的。你为什么不肯说爱？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。等事情办成，你死！哎呀，闹了一晚上，我身子骨都要散架了。今日大帅夫人巡视服装厂，你可别耽误我正事啊。自从夫人开了个服装厂，早出晚归的，夫妻两人见面的日子都少了。那夫君不如辞了买办的工作，我和大帅夫人求个督军之位给你。夫人捐献服装的功劳，应该用在自己身上。你们男子眼中，女死不都应该以夫为先吗？二人称天，没有叔娘，我孤掌难鸣。上辈子我付出一切，何良才和泼墨德理所应当抢夺功劳。如今我的夫君告诉我，应当以自己为主。夫人不是急着要去服装厂吗？工作先放一边，我们先为爱鼓掌。走吧。以后少见商行的车公车私用啊。少帅，您这身份还要藏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说有车开不得，有钱不能花的日子多憋屈啊！上次让你跟踪上林家讨债的那2个人，调查的怎么样了？还真让你说对了，那2个人啊，确实是受人指使，但是结果呢，被我们半路上给跟丢了。继续查。是。咋？宋老板好。老板，早上啊，我们在门口摆摊招女工呢。别提了，昨天招进来10几个，光是给他们培训就把我嘴皮给说干了。干得好，夹鸡腿儿。我们的目标是做大做强。耶！做大做强，我看是马上就黄本，你等着吧。你看，不错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那集憋不住了。啊，快去吧，茅房在出厂房门口右拐。谢谢。看着毛毛躁躁的，这新来的女工对厂房不熟悉。大帅夫人，我带你继续参观。今天天也不早了，就先参观到这儿吧。我可不想因为我耽误你下班回家陪丈夫。怎么了？我的计划表不见了。对不起。来人，快去追！走。何夫人，就这么样，生怕没人发现你偷吗？计划表呢？拿来。要不是看你有偷盗的手艺，我早让少帅给我安排的手下一枪毙了你个贱人。何夫人饶命，我再也不敢勾引何营长了。我现在有少帅撑腰，谅你和何良才那个狗东西再也不敢勾搭在一起。
叔娘，偷表贼在那儿呢，抓住那个女工！那个女贼呀，我带回帅府，幕后主使，我一定给她审出来。那就劳烦大帅夫人了。以我们的关系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是该走了，天都快亮了。还早呢，你个臭小子怎么又赶我？走，该走了，再晚呢，该耽误你们小两口睡觉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不对劲，你和大帅夫人都不对劲。怎么了？大帅夫人好像很关注我们的夫妻生活，还有啊，你对大帅夫人的态度也太差了。我是……你不会，你是在吃醋吧？请我陪他。没有。没有的话，今晚的补偿就算了。我有。除非今晚你加倍补偿。你好像一条大狗狗啊！我，夫人吞的我。不好意思。我的表！夫君，我就说宋叔娘天生神力，得多下点药吧。孙儿强，又是你，就是我，惊喜吧？宋叔娘，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，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。小美人儿。哎呦！我的丈夫马上就要荣升督军了，你敢伤他，看我不打死你！送督军回去。宋一强，你竟然为了富贵，勾结倭人当卖国贼？不可能，他们是少帅派给我的人手，怎么可能是倭人？大帅府都找不到的少帅，怎么可能被你遇到？别被他们骗了。就是嫉妒我的少帅亲眼。我的好姐姐，你的丈夫已经死了，我的丈夫却马上荣升督军，你是不是嫉妒的快要疯了呀？你说林夕死了？不可能，他不会死的。他中了2枪，正中胸口的位置，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活了。我是让你过得比我好，不是让你跟我争，我是让你的男人比我的帅。你们不是伉俪情深吗？你叫他来救你呀，你叫他来打我呀。第一次听到有这么无理的要求，我打！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。我这条命都是夫人给的，没有夫人的允许，谁都取不走。月色攀上窗，所以教书，他埋伏强杀我，就是为了那块金怀表，还说他投靠了少帅。那块金怀表上的名单，我已经默写下来交给大帅了，大帅自会查验名单人物的身份。至于少帅，他绝对不是与倭人同流合污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少帅留洋10年，难免会受到影响。少帅那是为了事宜长计以制夷。少爷，那几个倭人被抓后都自尽了，少夫人的妹妹跟何家人要如何处置？
宋叔娘，你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宋一江，你我姐妹一场，我从未相较过什么，但你这次伤我夫君，我绝不轻饶。宋叔娘，你不得好死！那你可看好，我不仅活得好，我还会坐上你梦寐以求的位置。不会的，少帅答应扶持我夫君做督军的。你认识的那个少帅是假的。至于督军之位，苏娘开出服装厂，捐献军装给大帅府，解决了数百位妇女还有工人的生计，还将大半的营收都用来捐献做军费。大帅已经决定任命舒娘为新任督军，不久即将上任。不可能，女人怎么能当督军呢？你们肯定在开玩笑，一个女人不可能当督军的。以前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不会有。宋一江，靠人不如靠己，你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路。我没错，是宋叔娘抢走了属于我的荣耀，都是她的错，我不该去。不好了，少帅归府了！什么？大帅和夫人呢？大帅府的消息说，大帅和夫人重病。舒娘，你先回家等我，我去大帅府救人。一定要把夫人安全送回去。是，走。是。少帅回府，大帅和夫人怎么会有危险？难道这个少帅是假的？宋太监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少帅绝对不是与倭人同流合污的人，少帅那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。呀，老板，你上班时间偷懒，画稿时候想老板夫啊？这个是老板夫的名字，另一个霍希林的名字怎么这么眼熟？呀，大帅府寻人启事上要找的少帅就叫这个名字。老板，你不会移情别恋少帅了吧？老板，就算你马上要当上女督军，你也不能对老板夫始乱终弃啊！老板夫只要有空就为你洗手做羹汤，成日围着媳妇打转的好男人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呀。就是升官发财踹夫君，老板夫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是他欺骗我在先，就算我不要他，那也是他自作自受。不会是老板夫做了对不起老板的事？说起来，老板这几日吃喝都住在布庄，好久不见老板夫啦。老板夫看老板的眼神，深情的都能溢出水来，不像渣男啊！你们都出去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走。和我有婚约的是林夕，如果他真是霍希林，那我们的婚姻根本就不能算数。老天怎么回事？骗子！说是去大帅府救人，一走几天连个消息都没有，不知道别人会担心你吗？大骗子！以夫人天生神力，再扎下去，这桌子怕是要戳穿了。若是夫人生气，扎为夫出气好了。你有不敢？你放开我！舒娘，让我抱一会儿，就一小会儿。春桃春香，快去找医生！舒娘，舒娘，我去找医生过来。舒娘，舒娘，对不起。我是该叫你少帅，还是霍希林？叫我夫子。
和我有婚约的人是林夕，我要嫁的人也是他。可真正娶你的人是我，夜夜和你同床共枕的人也是我。所以真正的林夕到底哪儿去了？林夕情报员私下勾结倭人走私烟土，刺杀大帅，还扣押了大帅和夫人，冒充少帅被关进了大牢。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他刚假死脱身，所以你错把我当成了他。所以你就将错就错，顶替他的身份继续查，还为了做戏做全套，不得已娶了我。不是啊，娶你我是心甘情愿的。叔娘，我喜欢你。从你第一次见我，你说是我老婆开始，那是认错了。可我认定了。叔娘，是不是伤口裂开了？如花似梦，是我们短暂的相逢。哎呀，别关门呐，我还没看够呢。看，耽误儿子哄媳妇儿，到时候你们俩一块打光棍。哎呀，不看了，丑媳妇迟早见公婆，我得去准备一份好的见面礼啊。对呀，走，我也要。小姐等了少帅10年，他隐瞒身份偷偷回国不说，竟然还抛弃您娶了别的女人为妻，就连大帅跟夫人都认可了那个女人。林哥哥是为了查案才顶替别人身份娶妻的，那个贱人是林夕的妻子，才不是林哥哥的。小姐说的对，一个抛头露面卖衣服的下等人，怎么配得上少帅？一定是那个女人缠着少帅，敢抢我的林哥哥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少帅，不好了，林夕从牢里逃走了。什么？什么？立刻全力搜捕，绝不能让他和剩余的倭人跑了。是。少帅，您的伤口该做检查换药了，我去外面等你。来啊！叔娘，是我。这是5年亲手给我刻的玉佩。你是林夕？叔娘，我们2个自小婚约在身，我是来带你一块离开的。走。我已经嫁人了。是霍希林用我的身份骗取了你，我不介意的。你始终是我林夕的妻子。我不会嫁给当卖国贼的丈夫。我没有，是霍希林他算计我，污蔑我，他想抢夺我查案的功劳，还骗取了我的妻子。那我陪你去自首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给你手款，一辈子不嫁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你们不许上当，他是霍希林的人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。走，我说走。叔娘，刚才什么事？没事吧？我碰到林夕了。林先生取回金怀表，不是说里面的名单没有泄露？为什么我们潜藏的伙伴现在全被大帅府的军队拿去枪毙了？一定是霍希林，该死的！我安排好几次人手都没能杀死他，还被他处决了我们大半人手。这次也是因为霍希林，你冒充少帅，控制大帅府军队的计划落败，我让你带人去抓他的妻子要挟，你为什么放了他？宋叔娘是我的妻，谁也不能伤她。病秧子，读书有什么用？难道就凭你个药罐子还能继承家业吗？赶紧去死吧！你死了，林家的家产就归我们兄弟继承了。休想！表弟，你不疼吗？真蠢，打他都不知道哭。赶紧的，从裤裆底下钻过去，再学2声狗叫，今天我就放过你。表哥，你忘了，他连哭都不会，又怎么会学狗叫呢？他连狗都不如。哎呦！你们2个欺负表亲兄弟才是猪狗不如。你没事吧？
天，我会想别的办法弄死霍希林。少帅好，少帅夫人好。听说少爷刘瑶回国不回家，在外面娶了个野女人。大帅和夫人最重规矩，无媒无聘，指定不会认这个儿媳妇。等着看好戏吧。这个野女人马上就要被大帅和夫人赶出大帅府了，太过分了！温柔端庄的大帅夫人都忍不住要对野女人动手了。叔娘啊，我的宝贝儿媳妇儿，你终于回家了。夫人藏得真好，还不是怪这个臭小子，不让我认你，我呀早就把你当做我儿媳妇儿了。来，把给少夫人准备的厚礼送上来。把我准备的厚礼也带上来。是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这是大帅特地为您准备的小黄鱼和各式珠宝首饰。还有，这是夫人为您准备的名画收藏和房屋商铺地契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请儿媳妇受纳。我带你去楼上看看房间。儿媳妇变了，这倒是，她不和我最好了。本帅和夫人最好。你们呢，全部扣1个月的工钱，以后啊，再在背后议论少夫人，一律辞退。夫人，我们错了。你们呢？儿媳妇儿，你不喜欢生外物，我还给你准备了其他的礼物。夫人，别丢下我。哎，肩膀要放松。看着瞄准，准备。10环，少夫人厉害！自己试试。少夫人，饶命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初次试枪，把握不了后坐力，打歪很正常，多试试就好了。就朝着他打。啊！少帅，你应该去见大帅了。你去吧，我自己练。你留下来陪着。是。连枪都打不好，你有什么资格当少夫人？3枪全中靶心，陆小姐厉害！少夫人，这位是陆云珠陆小姐，咱们夫人和陆家夫人是手帕交。我家大小姐跟少帅是青梅竹马，还是从小指腹为婚的。一个低贱商人只配做妾。你敢对我动手？放手！你和霍希林认识这么多年都没在一起，说明他根本就不喜欢。你胡说！林哥身边只有我一个女人，放手！如果真是霍希林负你，那你该去找他算账，而不是刁难同性。林哥哥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根本不会娶你，否则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举行婚礼？我和霍希林之间不需要向你这个外人解释。你要再多走一步，我就打死你！去，把他绑起来，聊着好。好。哎呦，完了！云珠小姐发起脾气来无法无天，我得赶紧去找少帅救少夫人。少帅，不好了，云小姐要杀少夫人！什么？动我夫人，找死！儿子，她就是大小姐脾气，你千万不要伤着她呀！放开我！叔娘，住手！林哥哥，救命！小贱人，我让我爹杀了你！林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个小贱人欺负我！林哥哥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现在就毙了这个坏女人！林哥哥，我还不想死！不想死你就闭嘴！哎呀，
你也向着他。林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朱副官，去取东西吧。既然陆小姐平日里这么喜欢练枪法的话，不如今日就好好给我夫人当一回靶子。是。你来真的？他爹好像不太好使。我霍希林要是连自己的妻子都护不住的话，这少帅当的又有什么好的？是吧，爹娘？哎呀，这陆家夫人毕竟和你母亲是……儿子说的对。云珠啊，骄纵蛮横惯了，也该教教他规矩。我伯母，你从小最疼我了，说过林哥哥回国就让我当你儿媳妇的。这都怪你这小子油盐不进的，从小不让任何女孩靠近。我这不也是病急乱投医吗？但是啊，我第一眼见过叔娘以后，我就到陆家跟他们母女说清楚了，不做亲家了。你敢？夫人，开枪的时候要注意锋利，找到感觉直接开枪。林哥哥，我喜欢你10几年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要举行婚礼，就和3日后的都君荣生宴一起办。他说我没和你举行婚礼，就算不上夫妻。那我就办一场，让这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夫君。夫人，3日后就是你都君荣生宴了，我想举办婚礼。不行，你还没通过考验。夫人，终于肯给我名分了。哎呦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爹可是跟着大少爷一起打天下的，你们欺负我，要回去告诉我爹。小姐，少帅还有3日就要跟那个贱人举行婚礼，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我就要嫁给霍希林。我可以帮云珠小姐嫁给少帅。什么下等贱民，也配给本小姐出主意？我不仅能帮云珠小姐嫁给霍希林，我还能助你爹执掌大帅府。滚开！自己找死，别带上我。既然云珠小姐不配合，那我只能动粗了。陆队长一向宠爱你这个独女，想必有你在，陆队长一定会愿意与我们合作的。宋叔娘，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要你们夫妻都不得好死！来，叔娘，选一件。我要穿多军军装举行婚礼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外面太过招摇？我只是怕什么？怕夫人太过优秀，外面的人啊，该觉得我是个小白脸了。没事吧？愿为你放下万千的荣华，和你携手走天涯。从青丝一路到白发，街道是寻常人家。叔娘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啊，没看见，没看见啊！要不婚礼之后我们还是搬出去住吧。就是可惜不能住回林家老宅，我院子里的菜都该熟了。你要是喜欢林家老宅的话，要不要给你买下来？林夕的逃逸失踪那么久了，还没有找到啊？最近倭人走私活动比较频繁，抓了几次，但是都没有看到他身影。那你小心点，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好。不是要去和其他军阀开会吗？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这里开车到梧桐会馆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距离，时间来得及。梧桐会馆怎么这么耳熟？少帅，
会议时间提前了，大帅让你马上出发。好。在家等我，很快回来。走。是梧桐会馆，是梧桐会馆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臭子！当初要不是你嫁给林夕，就是你替你妹妹当活寡妇了，你还不知足？上辈子霍希林冒充林夕被杀，婚后1年就遭遇了刺杀，就死在梧桐会馆前，所以叫自己成了寡妇。不对啊，距离上辈子霍希林死亡明明还有大半年的时间，难道因为我的重生，刺杀提前了？不行，我要提醒霍希林。霍希林呢？大帅和少帅刚出发去梧桐会馆啊，快去找他。少夫人，我安排车送你。上辈子霍希林都死都没有找到真灵犀，这辈子因为我重生，一切轨迹都发生改变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阻止他们伤害夫婿。再开快点。好嘞，少夫人，您坐稳了。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前面好像出车祸死人了，那是大帅府的车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让一让。哎，夫君，夫君，这个样子怎么弄的？叔娘，是我。让我在明亮一次照耀星河，至少一次飞舞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吓死我了！你的手怎么这么冷？你不是去梧桐会馆了吗？路上堵车，我远远就看到夫人在车里对着另外一个陌生男人喊夫君。手心怎么这么多冷汗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贸然说上辈子尚未发生的事情，霍希林说不定以为我有病，可如果不说，万一真的发生不幸。希林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会被人杀死在梧桐会馆门前，你今天不能去那儿。但这会议很重要，少帅必须出席。那就改个地点。我知道一个梦让你临时更改地点有些过分，但是朱副官，一会儿先送夫人回家，然后打电话通知梧桐会馆更改地点和时间，并且找到那几个军阀商量新的地点。是。夫人，还有什么嘱咐？没有了。其实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发生意外，但你这么临时更改地点，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？如今国难当前，第一要务就是各方势力团结起来，共抗外敌。不少人盯着，想要破坏这次军阀会议。夫人提醒的很及时。那你小心点。朱副官，送夫人回去。是。夫人请。这会议在1个月前就定下时间，你说改就改，是不是太轻率了？这次的刺杀绝对并非偶然，我怀疑是有人要故意冒充我，混进会议刺杀你。幸亏我的人提前观察，便一路跟踪到此，将其击毙，并且我还发现他的胸口有太阳的刺身。该死！这狗日的倭人把我们父子俩当靶子了。这次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揪出来。放心，我和叔娘会有办法把他们引出来的。对不起，林先生，我们的任务又失败了。贺良才和宋玉娇那对蠢夫妻准备的怎么样了？2日后，霍希林和宋叔娘在百乐门举行婚礼和荣生宴，当天必须成功杀死霍希林和霍大帅。叔娘是我的妻子，任何觊觎她的男人都该死。嗨！
下面有请今天的新郎新娘，少帅霍希林、督军宋淑娘女士上台。头一次见到新娘子穿军装举行婚礼，还真是稀奇呀！少帅夫人开服装厂，解决了数百个普通妇女的生计问题，还给前线军军装募捐物资，督军之位是他应得的。这么说，咱们少帅还得靠督军女英雄养了。少帅，如你所料，倭人想在婚礼上执行刺杀任务，现已被全部制服，只剩下林夕几人不知所踪，恐怕现在已经混进来了。找去。行。这些倭人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动手？算了。宋叔娘，上辈子我能杀死你，这辈子你一样会死在我手里。快走！哇，有埋伏！走，别动！少帅，林夕和何良才勾结倭人，与陆家联合起来发动袭击，陆家妇女和倭人全部被当场击毙。这2个人该如何处置？少帅饶命啊！我是被林夕给蒙骗，猪油磨了心。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的婚约？你勾结倭人走私烟土，当卖国贼的时候，怎么没有顾念我们有婚约在身？你在婚期将至假死脱身，怎么没有顾念婚约会让我未婚先当寡妇？我就是顾念你，才会在林家破产之后拼尽全力东山再起。我都是为了给你富足的生活。那是你想过的生活，不是我的。淑娘，难道你真的忘了我们儿时的情谊吗？是你救了我，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想对你以身相许。淑娘好心救你，还污蔑她的清白。宋淑娘早就是我的人了，跟她有婚约的人是我。就算你是少帅又怎样，还不是欠人姻缘？到底谁无耻啊？林夕，我后悔救了你。淑娘，我当初救你时根本就没有半分情谊，就算是个阿猫阿狗我都会救。抛开这些不谈，谁说订过婚约的女人不能另择良婿？我问你，如果我没有假死脱身，而是如约去宋家迎娶你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不会，林夕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真嫁给你，若有朝一日我发现你串通倭人当卖国贼，我一样会手刃你。死在你的脚下，我心甘情愿。甘愿简单或复杂，看不透命运在掌心的伤疤，以为无心便能走。还不配死在我夫人的枪下，留着等着军法处置吧。淑娘，求你给我个痛快！多亏了夫人提醒，此次才能将计就计。婚礼继续。是。新郎新娘喝交杯酒。好，恭喜恭喜，恭喜！好，喜结连理，琴瑟和鸣。是個謎，又再次活躍於心底。还是咱自己家舒服。昨天听说夫人要回来住，所以早早派人过来打扫。这个是我们拜堂成亲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家，还是住在这里踏实。不然，我总觉得似黄粱一梦，梦醒了，就什么都变了。什么？一个我自深渊中逃出，在冥冥之意中找到你，阴差阳错跟你成亲，却做了真夫妻的美梦。梦里我活了2世，所幸最后和你拥有一个好结局。傻夫人，我就真真切切的在这里。不管你以前经历过什么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。
那万一我们回到过去，故事又重来了呢？那就更好了。如果我第一回遇到你，我就要把你给娶回去了。再说了，像夫人这么知足的人，不管怎么样都会幸福的。我发现有些人不懂知足，明明身在福中，还感慨命苦。你说的对，说的真好。我宋叔娘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会凭借自己的双手，让自己过上好日子。哎呀，医生说我身体不好，只能吃软饭。以后呀，我这个督军夫人只能靠老婆大人养喽。贫嘴，又来这招。看似两情相伴，两世为欢，如约而至，夫人，为夫向人讨教一些闺房之道，马上给你看看。你够了，观众朋友们还在呢。哦，没事，晚上天黑了，他们看不到。